朋友們，大家好。我們今天来说说免簽。免簽呢，包括你去个国家，一个是不用签证，另外一个呢落地簽證，我們也算免簽這個範圍啊。我們就說它廣一點。為什麼說這個話題呢？因為昨天2026年1月23日，巴西總統盧拉在他當地時間宣布，巴西將對中國公民部分短期簽證類別免簽，以回應中國自2025年起對巴西公民實施的免簽政策。政策實施日期有待公布。這是短短不到1個月第4個宣布對中國免簽的國家。在之前有土耳其、菲律賓還有柬埔寨都相繼宣布對公民實施免簽。這個消息帶動了巴西旅遊相關搜索猛增，比如中國去哪兒旅行網數據，巴西里約、聖保羅還有巴西利亞是搜索熱度最高的3座城市，搜索量環比上周有5倍增長。截至今天1月24日上午9時，中國國內飛往巴西利亞的搜索量1小時激增了84%，里約熱內盧搜索量環比1小時增長了27%。不過朋友們啊，到目前為止，該政策因為剛剛宣布，沒有正式生效，也沒有開始實施，因此任何持普通護照的中國人，目前你前往巴西還是需要先辦簽證。因為在巴西機場沒有對中國公民實施落地簽的，所以你如果沒有簽證，現在去了也白去，到時呢要乖乖的返回，浪費你的錢財啊。這條消息很短，沒有具體細節。宣布時間那就是2026年1月23日，由巴西總統盧拉宣布，巴西將給予持中國普通公民護照公民短期訪問免簽證待遇，適用於旅遊、經商、文化、體育等目的。停留多久呢？也沒有說清楚，不過按照國際慣例，最少有14天，一般是1個月或者是90天。考慮到中國飛往巴西路途那麼遙遠，如果只有14天肯定太短了，我估計呢至少有30天，因為與中國對等就有30天嘛。如果是巴西又大方一點，也許給那個90天，而且給90天是這樣的，一般是180天之內最多停留不超過90天，也就是說你可以多次出入境，然後加起來半年內不超過90天。具體什麼時候生效不知道，可能要經過巴西司法部啊，還有他們公安部互相協調好之後才公布，然後才實施。按照巴西的流程，估計呢數週甚至數月。中國一般是這樣啊，公布什麼之前，可能開始就運作了幾週或是幾個月，已經差不多準備好了。到宣布的時候，也許明天或者下個月就可以實施了。在巴西可能不是這樣，所以就是每個國家它的工作效率不一樣，它那個工作的方式不一樣。目前呢，我們只能拭目以待。我發現了不少人有一元思維，就是以免簽國的多寡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實力，來衡量一個國家的人在國際上的地位。我認為呢，這是一元思維，因為呢，免簽只是一個因素。而確定一個國家的實力啊，還有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很多的因素。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各位探討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而且多層次的問題，因為它涉及政治、經濟、安全、移民等多個維度的考量。簡單來說，核心原因在於中國免簽國目前呢只有85個，不多啊。比如說巴西它只有100多個，然後呢像德國啊、美國啊、日本這種，一般有180個以上，比中國多很多。核心原因在於，我認為啊，針對中國啊，歐盟和美國認為給予中國護照免簽或落地簽待遇不符合他們目前的風險與收益評估。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關鍵層面來理解。第一，根本原因，那就是政治和外交因素。我認為這真的是最根本的原因。對等原則，外交博弈，簽證政策是外交關係的晴雨表。歐美國家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在外交對等的基礎上進行談判。他們希望將免簽作為一項籌碼，換取中國的市場準入、法律透明度、人權對話或其他領域的讓步或互惠安排。這個方面啊，最重要的還是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差異。歐盟和美國尤其強調共同價值是夥伴關係的基礎，在所謂的人權、法治、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分歧，有時會影響簽證便利化這類務實合作的推進速度。在這一大類之內，第二個因素那就是安全與情報考量。
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情報活動和影響力滲透存在擔憂，嚴格的簽證審查被認為是一種必要的安全篩查手段。所以意識形態絕對是歐美國家不給中國免簽的最主要原因。一個是中國又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不一樣，意識形態不一樣，所以他們從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來看，他就不想給你免簽。剛才咱們說的是外交和政治因素啊。第二個原因可能是非法移民和逾期滯留的風險，這是最直接而且經常被他們歐美官方引用的理由。簽證做一個過濾器，簽證程序是控制入境人員數量和質量的第一道防線。歐盟和美國都擔心，如果給予免簽，可能會有更多中國公民以旅遊或者是商務名義入境，然後逾期滯留，轉為非法移民或非法勞工。因為畢竟中國和西方目前以美元計價，中國與西方這些所謂發達國家的收入還存在很大區別，所以對一部分中國人來說，留在那裡對他們来說是有好處的。這不能排除，我們實事求是啊。因為畢竟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他們已經是發達國家了。從歷史數據來看啊，儘管中國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但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與發達國家有差距。過去一些國家確實存在較高的非法移民或逾期滯留率，這影響了西方國家對中國遊客還有中國公民的整體風險評估。雖然過去幾年中國公民逾期滯留率近年來已經大幅下降，但是要改變歐美這種固有的風險評估，需要時間和持續努力。同時中國要持續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以及生活水平，因為你這個國家的生活水平越高，收入越高，你這個國家的國民就越不想往外跑，水往高處流，對不對？如果你這個國家的水已經很高了，就不是你去人家那裡，而是人家跑到你這裡來了。主要是歐美國家不對中國免簽，還有一個原因我認為是不對稱的簽證政策。中國現在對絕大多數歐盟國家已經實施免簽了，但是對方沒有。而且中國不僅有免簽，還有過境簽證，有的144小時，有的是240小時。雖然我們自己認為簽證政策的互惠是重要原則，既然中國對你們已經全面免簽了，但是自然我們也希望對方也对中國免簽。但是目前看來，由於種種原因，刚才前面說到可能是意識形態原因，他們沒有這單方面的動力來給予中國免簽，或者沒有這動力來回應中國免簽政策。還有另外一個考量，過去幾十年西方的話語權是這樣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國家的公民，還有通過他們話語權對全世界公民是一種洗腦，就是他們的媒體把中國宣傳的特別的不堪，一片黑暗。現在他們是不敢與中國談判這個對等開放免簽這個待遇如果現在西方也開放了中國免簽，若是雙向奔赴了，西方人越來越多到中國，然後看見中國並沒有像他們媒體宣傳那樣，然後他們會對他們的媒体失去信任，這信任危機一失去是很難再贏得回來的，那就可能會動搖他們的政治制度。他們去中國看到之後，那麼的现代化，生活那麼便捷，基礎設施比他們自己國家好了幾個數量級，然後又那麼安全，物價又不高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中國人來到他們所謂的歐美国家，看到大多數人，我可以告訴大家是非常失望的。跟西方國家刚刚相反，西方普通人他沒有去過中國之前，把中國想象的特別糟糕，真的特別陰暗。而與西方人相反，普通中國人對於西方的想法大多數都是正面的，都是積極的。大多數中國人他不了解西方的，認為西方肯定要比中國好。但是一旦他們來到西方之後，他們看到的這一切可能會讓很多中國人對西方刮目相看。這個刮目當然是負面的就是這個濾鏡去掉了，去魅了。所以我覺得西方也是擔心越來越多中國人發現西方的本質，然後對中國政府、對中國制度還有中國社會更有信心了。這可能是西方不敢或者不想開放給中國免簽的原因吧。當然前面說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或者是中國人的收入水平，如果是按照美元計價的話，還沒有達到西方的高度，
所以呢，對一部分人來說，黑在西方還是有吸引力的。第三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實際操作與數據共享有障礙。其實這個因素呢，與前面兩個因素也是關聯的。要實現免簽，特別是歐盟申根區的免簽，通常需要滿足一系列嚴格的技術條件。比如說，你的護照是可以生物識別的。中國已經普及了電子護照，所以呢，這方面問題不大。但是下面的那就問題很大很大了。高效的信息共享與邊境管理系統，這涉及到與對方國家進行敏感的出境數據安全信息共享。目前，中國與歐美在此類合作協議上幾乎沒有進展，非常有限。特別是近幾年，你們也知道啊，西方一窩蜂的搞制裁、拉小圈子，要與中國脫鈎、去風險化等等。既然他們都這樣了，你們覺得還能對中國免簽嗎？我認為目前應該不可能。最主要的問題在西方，也就是歐美他們心裡的高牆要比中國的長城還要高，他們心理自主牆很難被拆除啊，這是最主要的問題。所以我覺得目前你要什麼美國啊、歐盟啊對中國免簽難度非常大。你想想看，他們這個歐美整個體系的國家加起來，起碼有40個左右。這40個國家都免簽，加上中國現在已經有85個，那麼算起來就120多個。如果歐美都免簽了，那其他所有他們那些發展中國家或者南方國家給中國免簽，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目前對中國免簽最大的障礙，其實就在歐美這兩大集團。只要他們不鬆手，中國這個免簽國就很難一下子上去。在這裡呢，我想還跟大家說說啊，我不認為啊，一個國家免簽國，比如說像中國這免簽國只有80多個，到2026年1月24日，也就到今天為止，中國免簽國加上落地簽的一共85個，在世界上排在60位左右。就是中等偏上，不算特別多，但是並不表明中國人的那個國際地位很低，中國人非常窮，不是這樣的啊。我們不能一元思維。其實在這個世界上呢，還有很多比中國窮得多的國家，他的國家實力更弱的，他們可以得到比如說歐盟免簽、美國免簽，特別是歐盟。這看似很矛盾，但有其內在的邏輯。因為在這裡有一個所謂的低風險和低收益平衡。來自某些貧困國家的公民，雖然他們經濟動機強，但由於其國家，比如說與歐美啊，他們地理的距離非常遙遠，缺乏成熟的非法移民網絡，又加上他們人口基數非常小，實際形成的非法移民壓力呢不大。給予這些國家人免簽，其實呢政治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風險。比如說，他們可以說我們支持發展中國家，還有與他們與前殖民地的關係有關。這裡不得不說，地緣政治還有歷史聯繫。很多獲得美國或歐盟免簽的較窮的國家，通常呢是前殖民地。比如說部分非洲法語國家，他們到法國去可能就免簽，對吧？或者簽證很容易。緊密的盟友，比如說部分南歐、東南歐巴爾幹國家，他們來歐盟就可以免簽。或者處於美國後院的國家，比如說很多加勒比國家小國去美國就不用簽證，因為有的國家可能只有幾萬人，整個國家只有幾萬人。還有那就是有特殊的地緣政治紐帶。那麼對中國公民來說，持中國護照，未來國際旅行方面免簽這趨勢怎麼樣呢？我認為中國肯定是正在積極推動，或者一直在積極推動。中國政府近年來通過外交渠道一直在努力與歐盟、與美國等國磋商簽證便利化協議，並已成功與許多國家，比如說像新加坡呀、馬來西亞、泰國等實現互免簽證和單方面免簽。還有像以前的有團進團出這種便利，歐盟一些國家對中國旅行團實行了便捷的簽證處理程序，作為一種折中的方案。還有一個經濟驅動的變化，隨着中國出境旅遊和商務市場的巨大潛力愈發重要，以及中國公民整體聲譽度的提升，經濟因素正成為推動簽證便利化的強大動力。許多歐洲國家非常希望吸引中國遊客還有中國投資者。所以總結一下啊，不給中國免簽，並不是因為中國太窮了，而是基於一個
政治对等原則，還有剛才說到的西方基於意識形態一些敵視啊，當然有中國非法移民的風險，還有實際操作，比如說剛才說的信息共享啊，西方對於與中國這信息啊共享或者交換特別敏感，這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大的障礙。然後呢，就是地緣政治的考量了。如果他開放中國免簽來了，他們就擔心很多中國所謂的間諜來到他們這裡。不過，隨着中國持續發展，人民更加富裕，中國國力更強，國際旅行記錄改善以及中外互信的增加，未來達成更便利的簽證安排是有可能的。可以循序漸進，比如說長期多次出入境簽證，還有簡化簽證手續，乃至最終免簽。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這是一個漸進和談判的過程。現在我們說到中國單方面免簽，我記得有一些人啊，在免簽之前很抱怨啊，認為中國這樣做有損國格，我們自己放低身段求人家來我們這個國家怎麼樣。其實我認為啊，不能這麼說。總體來說，免簽絕對要比要簽證更好，因為呢，這個簽證就相當於一道很深的鴻溝。本來很多人他是有潛在想到中國旅行、經商的這個想法的，特別是旅行，因為想去中國去看看。但是一想到要辦中國簽證，手續可麻煩了，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住在比如說那個大使館或是領事館的附近啊，他可能要開車幾百公里到那個地方去申請簽證，來來回回可能要花2天時間，對吧？不僅是時間，還有那個物力呢、財力呢。辦一次簽證100多歐元，加上住宿費、交通費，可能來來回回辦一次簽證可能要300-400歐元，而這300-400歐元對於很多人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如果能夠節約這300-400歐元，大半張機票那個錢可能就節約出來了。所以呢，我認為啊，單方面免簽對中國來說是有積極的影響的，因為這些人到了中國之後要住店，對不對？要在當地消費、旅遊、吃飯，所有這中國相關的服務業，甚至呢，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老外到中國做那個醫療旅遊、醫美旅遊。有的人說，這些人到中國去佔領中國的醫療資源。哎呀，我總是覺得有些中國人的想法有些狹隘。人家老外去中國，中國有這個能力幫人家治病，為什麼不可以呢？而且他們這都是自費的啊。他們不佔中國醫保的資源。另外，大多數特別是中大城市都有國際醫療部，而國際醫療部的那個價格遠遠高於本國中國公民那個價格，所以我不認為這存在很多所謂佔領的資源的問題。恰恰相反，可以促進中國的消費，可以在中國創造工作位置，創造更多的收入，這對中國是好事呀。所以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反對中國單方面免簽？還有一個，因為過去特別是西方的歐美國家以及那些發展中國家，他們引用西方那個新聞來源，所有這些相關國家過去對中國，因為由於西方這話語權，所以對中國存在很多並不實際的負面的偏見啊。那麼這些人到中國之後，他們絕對會改觀。100個西方人到中國，絕對99個由黑轉紅，也就是說，從之前的對中國特別負面，他們去了之後，至少是很客觀的看待中國，甚至呢，越來越喜歡中國，肯定中國。這我敢打保票，因為我在西方看到這個關於中國的消息太負面了，這也是我做德國之聲這個頻道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就想給大家反映一下西方人，或者說德國人吧，他們的媒體是怎麼報道中國的，對吧？還有德國人是怎麼看待中國的？德國是非常典型的一個西方國家。既然德國人這麼認為，那可以放大到整個西方國家，他們大部分人對中國與德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或者看法是一樣的。所以他們去了中國之後，真的可以改觀對中國的負面印象。他對中國的看法改觀了，那麼對中國這個國家形象有好的效果，對吧？還有對中國產品、對中國經濟也有積極作用。因為我對你的印象好了，那我對你的產品肯定就比較容易接受了。也就是說，對 Made in China 對中國經濟絕對是有正面的意義的。雖然不是直接的，但是間接的可以更加促進中國出口，促進中國經濟。
所以我100%舉雙手贊成中國政府對這個外國免簽。每個入境的人他都要按指紋，即使有一些人想黑在中國，撕了護照，但是你的那個指紋是改变不了的，對不對？那到時也就知道你是哪個國家人了，要遣返也就容易了。即使他沒有護照，也可以遣返回去。所以我覺得這所謂的黑在中國沒有那麼擔心，因為呢，中國是一個相對來說人種很單一的國家。那麼你做一個什麼非洲人啊，或者是歐洲人，你到中國去想黑下來，然後想在那邊打工，你一看就知道不是中國人了。又加上漢語相對來說是一門對他們來說比較難的語言，所以呢，要他們掌握漢語，然後呢，要在那邊所謂非法打工，應該難度比較大。這非法移民的監管應該是可能的。另外呢，網上現在我發現有很多人對所謂印度人在中國越來越多，會不會印度人佔領中國呢？這也是多慮了，因為剛才說了啊，他們進入中國，在海關那裡要留下他們指紋的，所以要黑下來也不那麼容易。還有呢，我發現特別是台灣人啊，他们說我們免簽國，你看有100多個，好像120多個還是多少啊？就覺得特別自豪，就覺得我們台灣就是比你中國大陸好得多，因為我們免簽國多。一個國家和地區，它的免簽國的數量多少，並不一定完全等於你這個國家或者你這個地區的實力，以及你這個國家和地區的那個人民在這個世界上的那個地位。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撤僑，其他國家，中東或是非洲哪個國家，你去旅行或者經商，突然出現戰亂了啊，要撤僑了，但是那個國家與所謂的中華民國沒有外交關係的啊，沒有領事館，沒有那個大使館，倒是你台灣人在那個地方怎麼撤僑？過去是這樣，這些人經常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找到中國，也就中國大陸這邊對外的領事館，然後向他們求助。在這個時候，中國大陸從來沒有把這些台灣同胞把他拉下來，與中國大陸的公民一樣，撤僑的時候，只要還有位置，絕對會讓台灣人上去。當然，你得承認啊，你是中國人。至於你心中的那個中國是中華民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沒必要說得很清楚。只要不說你是台獨，我相信任何一個中國對外領事館的人，出於人道也會讓你上去。所以在這個時候，你再多的免簽國有什麼卵用？所以啊，免簽國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啊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地區的綜合實力，但它不是唯一或決定性的指標，而更像是一種綜合國力的副產品或者外顯信號。我們可以從幾個維度來分析一下啊，一個是免簽便利與國家實力的正相關性，這一點剛才我就說了啊，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吧，或者一個經濟體或者一個政治實體，你的經濟實力高，那就表明高收入、穩定的經濟，像德國啊、日本啊、新加坡這種，通常能通過互惠協議或單方面信任獲得廣泛免簽。對方國家相信其公民有穩定歸國意願，非法滯留風險比較低。還有就是政治穩定性與治理能力，簽證政策制定國傾向於對法治健全、腐敗率低、社會秩序良好的國家開放邊境。還有外交影響力，擁有強大外交網絡的國家，比如說像美國、法國、德國這種國家，可通過雙邊談判推動互免簽證安排。另外呢，就是安全與身份可信度了。你的護照防偽技術怎麼樣？出入境記錄系統完善，能降低接收國的安全顧慮。所以全球免簽或是落地簽數量排名靠前的國家和地區，比如說日本、新加坡、德國，常常是處於比較高的位置。確實呢，多為綜合實力較強的國家和地區。人口規模和移民壓力這個因素也特別重要。像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大國，雖然經濟崛起了，特別是中國啊，但因為中國人口基數特別大，14億人，人家聽聽都可怕。因為整個所謂的西方國家，幾十個國家加起來，他們人口只有11億左右，而中國一個國家就有14億。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人口基數大，那麼容易被西方高估有潛在移民傾向的人。其實真正有移民傾向的人，按比例來說，在中國不高，因為過去這些年，每年有1億多人次出國，但是真正黑在外國的，我相信呢比例是極低極低的，因為大部分人去國外看了之後，也就覺得也就那樣了，
甚至呢很多方面他們覺得沒有中國好。其實實際也是這樣，我就覺得很多方面現在西方不如中國了。也就是說，中國一個國家在很多方面比世界上很多或者所有的國家都要好了。那麼對這些人來說，特別是中國的有個穩定工作的人，不用所謂的中產階級，因為中國的中產階級它的門檻是很高的。就是比如說你在中國有個每月固定收入到手的有5、6千塊錢的，我在一個視頻就說了，不值得再移民國外了。因為在中國你拿着5、6千塊錢，生活水平要比你在國外大多數國家要高得多。如果這樣的人還移民國外，真的是腦袋有毛病。因為你移民國外之後，很可能你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你的痛苦指數比原來在國內還要高得多。所以由於中國这人口基數很高，由於呢許多國家對中國還有一定的偏見，所以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比較謹慎。當然對什麼印度啊、巴基斯坦就更加謹慎了，導致了他們對中國免簽較少。這反映了這個目的地國家，也就是接收國的政策，他們有偏見，還有所謂的風險規避，而不是中國本身不夠強。還有就是地緣政治因素了啊。我們前面提到，就中國與西方國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體制也是一個因素。前面我們講了，還有一個是地緣政治因素啊。某些國家即使是發達經濟體，如部分海灣國家，因區域關係複雜，免簽國也不多。反之呢，一些小國，比如說一些袖珍小國或者鼻屎小國，比如說聖馬力諾，你們聽到過嗎？整個國家人口只有幾萬。還有列支敦士頓，人口只有2、3萬。還有一些加勒比的小國，即使你給他免簽，很多人可能想去也去不了，可能航班少得可憐。另外呢，他們本身沒有什麼錢，機票那麼貴，連機票都買不起，你叫他們怎麼去？所以對他們這些袖珍小國，你給他免簽也沒有什麼殺傷力，對這目的地國家根本沒有任何一點的負面影響，他們不用擔心啊。所以呢，这種免簽這個數量其實是虛高的。像這些國家，他們免簽數量多，但是這種數量是虛高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戰略自主性。一個國家是否追求免簽最大化本身是政策選擇。例如，中國比較注重對等免簽，還有務實合作，而非單純追求這個免簽數量。第三個原因啊，就是中國的特殊情況。雖然目前中國在科技經濟方面非常的強，在新能源、電動汽車、還有基建、還有科技製造等領域具備全球領先能力，甚至現在已經到了反向輸出技術給歐洲。但是中國護照現在免簽數仍落後於中國的經濟地位，這恰恰說明免簽受到歷史、受到制度差異，還有西方主導的簽證體系的慣性影響。中國的實力提升還需要時間來轉化為軟性信任，但是這趨勢我們也看到了在慢慢改變啊。2023年到2026年，中國與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哈薩克斯坦、阿聯酋、巴西等國陸續實現免簽，還有歐洲的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波黑，這些都是免簽的。還有一個在亞洲的，但是可能他們自己本身認為屬於歐洲人，那就是格魯吉亞，也是對中國免簽的。今後啊，我認為像這對中國這肯定會越來越多，這是趨勢，這我非常非常的肯定。因為你這個國家的實力在逐步增加，那就可以逐步兌換為旅行自由。免簽國數量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綜合實力的一個滯後性、非對稱性指標，它反映信任、穩定與影響力，但不能用免簽國數量來單獨定義強或弱。真正的大國最終會讓世界不得不重新評估對其公民的准入政策。說來說去，我對中國免簽國以及落地簽國家的數量會增加，絕對是有信心的，而且這個數量會越來越多。當然，我從頭到尾沒有否認一個國家和地區它的免簽國越多當然是越好，因為方便本國人出行。好吧，我們拭目以待。今天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大家，我們下期見。